A few moments later. Here we go again.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的内容是凡尼教学第3集。首先感谢 YT 凡尼第一大台 Aquila 的素材资源。毕竟我的网路凡尼玩起来就是卡卡的，完全没办法打出该有的操作。要打出我自己的实战素材实在是太困难了，最终只能放弃了。这边看到 Aquila 前面摆了一些片段，品质跑到了70-80，操作起来也会让他觉得力不从心。因为凡尼需要在非常精准的时间点上发出2技能才能玩得好，其他角色倒是都不会有这么明显的体感。这边看到它的品质甚至是飙到了94啊！2000 years later. 那这边终于是没有乱配对到其他地区了，这也是这游戏的特色啦。全球同服，偶尔会出现一些乱连线的情况。像我的话，人是在台湾，常常会连到日本或是菲律宾，有时候还会配到印尼去。唯一的好处就是偶尔也可以忍受着延迟，和其他国家的朋友一起玩。那这些华丽的拉神方法，我其实在第2集都讲过了，没看过的可以回去看。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凡尼有调整过一些数值，更吃拉神技巧和准度。大招变成不要太早放就不要太早放，因为凡尼现在已经没有像第2集时候的版本那么容易秒人了。至于出装就不多说了，我们主要看他的技巧。回技的话，想痛点就带刺客，想更会吸就带战士。那这边看到他都是第一个就锁凡尼啊。那凡尼玩得好的话是没有什么天敌的，唯一怕的大概就是熊猫阿凯了。大招控的时间太长，而且会断飞。其他像剑锋、库弗拉、麦西塔尔等等，反而没有那么害怕。前提是要真的会玩，而且品质要好要稳。玩凡尼是不能接受任何一点点卡顿的。待会我们也会看到他稍微卡了点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失误。那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凡尼不那么怕剑锋吧。首先，剑锋每4级是没有办法对凡尼造成任何危险性的，那就变成是一定要入侵敌方野区了。这场的话，敌人打野是脆皮古星，所以同样必须开蓝后入侵红。敌方红开就大几率会打旁边的石头小怪。这边已经有队友帮忙开视野了，那他们2个就都死了。我们就来看一下。Before you buy another Mobile Legends Diamond, stop. You could be getting cash back every single time you spend. Download the App Toy version of Mobile Legends and start earning money back with every purchase. You get 5% guaranteed cash back from level 1 plus another 5% when you use my promo code Akira. That's 10% cash back instantly. And the higher your level, the more you earn. Up to 20% cash back every time. So don't miss out.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Enter code Akira and start earning cash back today. 100% safe.100% official。这边先来一次平行的2个点来回，那要注意再冲出去的话，我们可以当作是3个点的回旋来操作，速度会比纯2个点来得快很多。还有1技能要打在有叠上被动的敌人身上回能量，才可以再次2技能刷伤害。可惜凡克莎那交闪了。那这边打个河道花，不要叫猎杀，回点血也省一下能量，不要用1技能，因为古星复活肯定在拿蓝，我们就直接过去抢蓝。这边用的也是2个点的来回，在空中时顺便就猎杀掉他的蓝 buff， 打的就是等级压制跟猎杀伤害，对面抢不过我们凡尼，敌方家的野怪都优先打，有空才刷自家野怪，并且保持着能量足够，随时在预备的位置准备干人，以最大程度限制敌方打野刺客和射手的发育。这边希望队友不要看到凡尼在旁边就拼命冲，闪个等等先，毕竟有4级击杀成功的几率可以更高。那这边一样也是先进行一次2个点的来回，再3个点回旋的方式去抓格兰杰，近身后再改变方向刷到格兰杰身上后直接大招加1技能。可惜最后那下并没有刷到格兰杰，所以并没有收掉。扛塔的话，只要不死逃出来，只要离防御塔够远，目前都是可以重置防御塔的伤害。所以再怎么残血逃出来之后，点个
的回复，通常都可以活得下来。那拿 buff 的话，最好是先拿红再拿蓝，当然没空的话就不要拿红，拿蓝就好了。一定要先拿蓝再打架，才不容易拉一半没能量变成有去无回，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一边打也要一边观察敌方有没有残血的。那我是希望队友不要在凡尼收 buff 的时候打架追太深，会赶不到。这边在外塔外面是没有问题的，拉过去的方法有很多，用自己喜好的方法就可以了。古星血量够残，直接大招加一技能收割。然后我们玩凡尼最好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血量，跟西尔维亚差不多意思，可以秒人就不要怕。扛塔的话就是尽量不要超过3下，自己血量不足的话就尽量不要超过2下。这边没有队友看视野，不然我认为阿基拉是不想交猎杀的，因为刚才古星身上只有红 buff， 所以这边要立刻来抢蓝。这边特别注意，第一条神触发旋风打击之后，拉第二条也有碰到敌人的话，也会触发旋风打击。第3条同理当然也会触发，这非常重要。开场第一波入侵打凡科莎娜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打伤害的。哇，这边能量没算好，差一点点没能触发，不然就是他2死了，死掉跳过。那开场出来红的方法和我现在用的有点不一样，我会把比较重要的展示放到片尾去。这边已经7级，凡尼开始比较没有一定要蓝才能打架了，角度对了直接出发，一样用自己习惯熟悉的方式拉神就可以了，主要还是准度要准，也要记得要先抓脆皮输出好秒的牛排留到后面再慢慢享用，才不会被干扰。拿蓝之前顺着也刷过去。然后你们如果是凡尼的队友，千万不要在凡尼打完会战没能量的时候还不退，甚至是深追，我常常输都是像那卡加那样的。然后注意一下刷完石头人过去蓝的方式，这样才不会过头，刚好停在蓝前面，不会触发旋风打击，才不会浪费能量。再次提醒凡尼的队友们，打完会战请务必等凡尼回补或是刷野回血拿蓝。古星露头想抢了阿基拉的蓝，但由于前面第一波的入侵拿到的优势，我们高他2级，他是不可能抢赢我们的，因为猎杀的伤害是随着等级而提高的。然后不要以为阿基拉随便按回城嘲讽，事实上他是在等个好角度出发。然后这边再建议凡尼的队友们不要帮我们先抢敌人的蓝，打蓝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可以先 gank 一次再来抢，帮忙看视野就好了。我们其实会更喜欢蓝加上敌方打野英雄一起打，等敌人用技能打蓝，而且跟野怪重叠的时候我们再上，因为那样可以不用站在最前面第一个面对着敌人打蓝，而且也不会容易因为先拉到蓝才碰到敌人浪费能量。有没有？所以消耗古星的时候要闪开乌龟，要是能够顺便把敌方打野打死的话，乌龟也可以免费拿的，不用还得多消耗一次古星把它赶走才敢拿乌龟。那刚才那边看不懂的话，平台都有慢动作可以调整，一样是3条绳2个点来回，再接4条绳3个点回旋收脆皮法师。中间虽然失误了一次，但没有关系，最后3条绳改变方向逃出来，先拉一条一定拉得到的墙壁，再改变方向离开的方法，好处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出发到自己想去的方向。那刚才那边沙拉普应该不用再多解释了吧，重点就是要刷得到英雄才回得了能量，也不要太早用大招跟一技能，可以留着用来回能量。大招也可以快速跟上敌人的位置，或是位移过强的敌人再继续拉神。然后现在收个双 buff 先，再更可以吃下路，敌方的蓝就要出生了。不过这边刷完红过去是有一个小失误的，但这并不是lag，而是自信型的失误，所以这个会战能量不太够了。这时候打会战的方法就是一条绳先打出1次伤害，再拉第2条马上给上伤害，找个好角度再出发。这个技巧用的非常多次，再3条绳回旋到敌人身上，一技能回能量，大招不急着用掉，在能量低时没能触发旋风打击的时候，可以跟上敌人，并且回能量再看情况继续打。顺便复习一下，2条绳快速位移，敌人会比较难闪，伤害也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多
多厉害的凡尼玩家也一定会失误，知道如何补救更为重要。再来这边，要是古星等级和凡尼一样的话，凡尼就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更喜欢在敌人打一半的时候再来抢。那刚才那边其实是有一个失误的，因为在空中按了一技能的话，会变成一落地就发出来空了一下。换个角度来说，这样发技能可以更快，而不是看到才放，就会变得和吴小雨的凡尼按的一样慢了。那这边沙拉普过去之后，2个点来回后大招接一技能，再接3个点回旋后，再变成是2个点来回，再改变方向离开，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大招后继续2个点来回2次再离开，这样会更容易理解。然后这边打乌龟，边打边观察情况，而且现在已经超过11级，代表2技能点满了。看到敌人有把控制技能交出来一些的话，这时候就可以出发，用2条绳以最快速度杀出去。要记得出去之后会停下来的这种，在空中时手指头就务必再次按在2技能上准备，掉下来后按的才会快，比较不容易被控死。哇，讯息量太大了，我继续说刚才的后续。追凡克莎娜是用3条绳改变方向杀出去再回来，刷到敌人2次后接大招加1技能秒杀脆皮，但凡克莎娜交瞬移了，大招没跟到。然后阿基拉又觉得能量还够，又再次出发，但在预判敌人的走位上有点错误，用了出去后迅速2条绳强制改变方向的方法，然后大招又空了，但马上再用2个点来回的方式补救，回到凡克莎娜把它收掉。回到战场这边出去后，先2个点来回一次，但没有刷墙壁的机会，在3个点回旋4条下来后换了方向，再回旋4条一次，再下来之后再换了个适合杀上去回旋的方向杀过去。那后面这些比较简单，我们就略过。所以说想练好凡尼，得把3个点回旋练好，顺时针逆时针都要练好。真不行，像我的话就是至少得可以拉小范围快速的4条3点回旋，这样也能够达到刚才会战的操作条件。那现在没蓝了，操作有达标的玩家一定要秉持着先拿对面野区再拿自家野区的精神，但过来不一定要先打蓝，可以先秒人。只可惜这边杀古星伤害算错了，虽然已经有打开装备栏确认敌人装备，但因为现在大部分时候已经没办法出全工装了，和以前的伤害在体感上差了很多。这边也是牵拖一下leg，其实是被控了，所以刚才更好的方式就是先2个点来回叠2层被动再大招，成功率会高一点，或是等古星进草刷2次墙壁接一技能再看情况，成功率会再更高一点。不过由于刚才的失误，对面在打领主了，这边也是过去看能不能抢看看。看到领主掉了，马上回头，不得不说阿基拉的反应真的是有够快的。那这边还不到12分就已经15级了，以上一直到这边就是打对面刺客甚至是剑锋的方法。守领主重点比较少，趁现在补充一下，若是对面开场开红，每次石头人去吃蓝的话会更爽，就可以打完石头人直接从外塔2塔中间飞过去抢蓝，对面打野会被弄到1点伤害都没有。对面开蓝的话当然就是打红的会战，而且不太可能打输，除非对面全部包过来，控制又太多。队友的话则是我们会希望掩护一下就好，凡尼退了就不要继续打了，你们的兵线比较重要，并且以你们的自身安全为主。回到战场，刚才到现在的重点就是对面如果有空或是有更麻烦的角色，我们就不能一次杀到底，看到敌人把危险性比较大的控制交出来，我们再上。这边也记得能量不足的话，先拉1条线就好，等回了一些能量，我们再加强输出。顺便提醒一下，凡尼的敌人不要一坨挤在小兵或是领主的旁边，会被瞬秒的。旋风打击是有范围的，刷到小兵触发也能打到范围内的英雄，这也是敌人若是开场开蓝抢红不太可能会输的原因，和刚才牛在小兵旁边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又可以清兵，也可以一边给敌人伤害，还可以回能量。如果是抢红蓝 buff 在草里面的话会更爽，那种都是直接刷墙壁
加1技能的，敌人反应慢的都直接被秒杀的。当然啦，这种打法也是个双面刃，有时候敌人守得很好，或是控制很多，或者是反应操作跟我一样烂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边弄弄看拉普，我们可以发现阿基拉都是预判操作，他的1技能已经按出去了，这样的方式会比看到才开始操作快很多。没弄到没关系，旁边先等等回个能量，被控到也没关系，赶紧再继续操作，甚至是血量不足时重新再飞起来。刷得好的话很恐怖的，因为敌人已经没控制了，这时候千万别怂，上就对了。只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怎么都是被控制了，然后就被秒杀了的呢？哦，对了，刚才那波大招没有太早放，能刷就先刷，1技能回很快，也可以在落地的时候中途利用。是在刷到古星的时候，方向是反的，那边就可以利用大招跟上并转方向。哦，有没有像这边的话，如果大招还在的话，就是大招跟上。那现在对面蓝跟领主都要升了，我们先拿蓝，因为身上的蓝 buff 快没了。先打领主的话，要是对面来抢的话，我们会没有蓝打架，战力上就会没办法像这场一样拼命刷了。然后这边我必须说一点很重要的，凡尼的队友们有机会打领主就先打领主，不要在人家高地前送头嘲讽，浪费时间。想要一波也不用推塔，领主拿了塔自然就拔掉了。我可以感受到阿基拉内心正在骂队友呢，因为凡尼属于前期角色，打的就是压制中立资源，时间拖长，等大家都15级之后，会开始慢慢越来越难打，大家都满装后，凡尼就会显得很无力了。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波会战，大家一定都会想办法拼命躲凡尼，不让我们拉到，所以改变方向跟准度是非常重要的。没刷到人，失误之后的调整心态也是，还有瞄准脆皮鲨也很重要，有刷到人才有能量打会战。然后这边刷拉普和第一波入侵敌方红区的方法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凡尼触发复活甲之后起来能量会是满的，站起来没有立刻被秒掉的话，还是有很强的战力的。刚才那边啊，如果活着队友是我的话，我就会去扛塔了，一点国际礼仪观念都没有，五杀就这么飞了。牛的伤害是不可能打的是我们的，痛都是防御塔在痛，所以顺风才更要抢领主，让敌人出来抢，才有办法杀人。至于这些是属于观念的东西，不知道的请去观念教学视频补课。然后这边是我到红 buff 区的方法，我觉得挺好用的，也不太会失误。那最后我放几个片段补充一下，让大家看更清楚一些，展示说明一下为什么在敌人身上回旋伤害会那么夸张高。原因就是我这部里面有说明的了，就不再重复了。所以练凡尼的朋友记得要练这个。好，那我是小雨，我们下期再见。Retreat from the